人家可是开连锁酒店的。出门了，化好妆了，保证笑不露齿才怪。你好，我是苏念念。不行，太假了。哦，来了啊，坐吧。我开连锁酒店，思想传统。你28，结婚就得辞职顾家伺候长辈，哼，必须生个儿子。李先生，有几个问题我想确认一下。第一，您刚才说你这个年纪，请问我28岁，经济独立，您觉得我配不上您？第二，您让我辞职，您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？室内设计师，我的设计费每平米800块，去年我负责的商业项目总金额380万。李总，你们家那4家连锁酒店大概也就这个数。你一个28岁的剩女，挑什么挑？我好心给你机会。咖啡我请客，顺带提醒，这是2026年。这是2026年。你疯了！一个28岁的剩女，挑什么挑？祝您早日找到您想要的保姆，不对，是老婆。这个心跳，我认了。人间烟火转瞬散，一别天涯两无缘。岁岁那个人，我认识吗？孤寂锁深山，月下白狐骑着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一世，我们慢慢来。就是缘，轮回不见。住到他旁边，但不能靠近，怕他像1000年前一样不辞而别。师傅，几楼搬家401，我家对面。那个屏风放卧室，看一眼就去上班。你好，新搬来的白千叶。苏念念，住402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是吗？可能我长了一张大众脸。大众脸？你的手和1000年前一样暖。我要迟到了，欢迎搬来，有空请你喝咖啡。咖啡，上次你泼了那杯之后，我还没喝到。见过。1200年前，你救了我，你不记得了？妈，他让我辞职，当免费保姆给他生儿子。原话。那你也不能泼咖啡呀，你好好说不行吗？和我年龄相仿的男的大部分都结婚了，没结婚的分3类：二婚单身，前妻都是太作，离异带娃的，找免费保姆。我年薪30万，去给人当后妈，图什么？你这孩子嘴皮子越来越厉害了，照你这么说，天底下就没有好男人了？有啊，但是妈，缘分这东西，它要讲道理的。你就嘴硬吧，等你过了30，我看你还怎么挑。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啊，我又不是靠男人活着的。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，周末回来吃饭，你爸想你了。好，周末回去，妈，别给我安排相亲了，求你。看我心情。挺刺眼。给我查那个苏念念在哪家公司？陆岩，去查一下。白总，苏小姐公司在楼上，要不要提前打个招呼？
听说你当面怼了相亲对象，这事儿全公司传开了。念念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李阿姨不是说条件特别好吗？连锁酒店的小开哎。你们知道条件好是什么意思吗？附加条款是你要辞职，你要伺候他妈，你要生儿子。近段时间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经历攒起来都能整理成相亲小故事了。之前一位相亲对象随口评价择偶年龄，我顺势质问，彼此择偶观念不合，聊不到一块儿，回得太妙了。上个月那个更绝，全程在看手机，我说什么他都哼。最后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太方便，他说我在回前女友微信，我们可能要复合了。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还有那种一上来就说我不介意你年龄大的，拜托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介意了？我活得很好，谢谢。那你心里一点不着急脱单吗？不着急是假的，但我仔细想过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强求也没用。顺带一提，新家隔壁新搬来一位银发邻居，样貌出众，莫名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还没回来，泡面比他煮的这个面差远了，只能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假装刚好开门。你就吃这个当晚饭？包装上说加开水等3分钟，我多等了1分钟，但好像不太对。你调料包搅匀了吗？需要搅吗？过来，我帮你弄。你这碗面我看着难受。你是青城人吗？听口音不太像。算是，祖籍在这边，很久没回来了。做什么工作的？投资。投资人住这儿，这房子才60平。安静。喏，泡面的正确虾打开方式。我们之前真没见过。如果我说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见过，你信吗？这个搭讪方式不太行，太老套了。我也觉得，你问一次，我撒谎一次，等有一天我会把每一句谎话都补回来。谁？是我，你门没锁，我进来了。很烫，什么时候开始烧的？你怎么过来了？刷到你朋友圈不舒服，就立刻过来了，门没关严。白千叶，你怎么每次都刚好在？不是刚好。39度，守了一整夜，它不是刚好，它从来都不是刚好。你也在这里？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来都来了，坐吧。今天加班改了3版方案，甲方最后选了第1版。那后面2版白改了。唉，设计师的宿命。这个怎么打开？你该不会连啤酒都没喝过吧？你到底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？很久以前，和现在不太一样。到月亮最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胸口里出来，很慢，但说不出。不用不用，你自己。我不怕了。
跳加速是什么鬼？苏念念，你清醒一点，他只是你邻居。起风了，下去吧。地上凉。念念，外面有个男的找你，脸色特别难看。苏念念，你当众羞辱我，这事儿没完！李先生，咖啡是我泼的，但你先说了什么？要我辞职给你当保姆，给你生儿子？李总，这里是办公室，有监控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李总，这么嚣张，你是谁？苏小姐，白先生让我转达你的设计能力，他很欣赏。九霄资本旗下所有商业空间的设计项目，以后由你负责。李先生是吧？白先生让我顺便提醒您，令尊上个月向九霄资本提交的2期融资申请，白总本来想今天签的，但你的行为伤害了他最欣赏的苏念念设计师，现在他不想签了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苏校道歉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求你帮我说句话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，是之前咖啡天里所有被你影响的人。处理完了，李总撤回申请。连锁酒店2期，我们的人已经在和他们对接。苏小姐没事。好，白先生，我们下周开始正式接手这家公司，你确定要亲自过来，不派别人？不派。九霄资本，白先生。新老板，这是人类能有的脸吗？我觉得我10年的职场审美被刷新了。各位好，我是陆衍，九霄资本执行副总裁，白先生的私人助理。九霄资本于本月正完成对贵色的全面收购，本次收购为全资收购，原管理团队留任，现有推进，将由白千叶先生亲自担任。白先生此前常驻海外，这是他首次亲自负责国内项目战略整合。这位是白千叶先生，九霄资本创始人，去年那个欧洲设计品牌并购案就是他做的。你看到没有？我感觉我恋爱了。冷静，苏念死，你冷静。他是你的邻居，他还吃过你煮的泡面，他在天台牵过你的手。现在，他是你老板，他是你老板，他是你老板。九霄资本，上次收购了那个世美酒店集团，就是他们老板长这样。你没听助理说吗？17家连锁酒店控股。我刚才没说我走错了，结果是真的。公司原有团队不变，但我一个特别项目顶层公寓设计，指定苏念念设计师负责。苏念念，新老板点名你，你什么时候认识这种级别的神仙啦？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他，为什么点名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当众点名？我相信你的专业，仅此而已。那你能不能在相信我的专业的同时，不要在全公司面前点名我？现在全公司都在传。顶层公寓是公司目前最重要的项目。1年前青城新锐设计师中，你拿了不错的成绩，这个项目只有你能做。你怎么知道？方案周3前给我。1年前青城新锐设计师评选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到底是谁？新老板点名你，你们是不是认识？不认识，但他提起了去年的新锐设计师评选，所以大佬暗中关注了你。你为什么每到月圆都会来这里？习惯。什么习惯要月圆之夜上天台？你是狼人吗？你的手好凉。天生体寒。你今天在公司为什么点名我？那么多人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的设计里有一片竹叶。竹叶？那是我随手加的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今天改方案改到崩溃，甲方要大气又要简约。白千叶，你为什么搬到我对面？那个房子安静。这个城市那么多安静的房子。因为你在那里。白千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？
起风了，下去吧。白千叶，差点吻下去。如果吻下去，他会不会像1000年前一样离开？我不敢赌。他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每一次都退开？你怎么又在这儿？路过。你每次路过的时间都刚好。你没事。你胸口有伤？旧伤，不碍事。怎么弄的？白千叶，天台那晚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他问了，他感觉到了。如果我说我是1000年前你在竹林里救的那只白狐，他信吗？他怕吗？不能说。再等等。白千叶，我不怕被雨淋，但我怕你什么都不说。你先进去，会着凉。你也是。他说不敢，他到底在怕什么？白千叶，别看，求你。你胸口那个伤，是天台那晚你按住的地方，是雨天你手上的青痕，是那天晚上你照顾我时，每次站起来都要停一下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天湖血脉将被剥离，修为尽废，永世为狐，你忍心吗？1000年前，是我自己走的，是我让你找了这么久。不，是我没能留住你，是我不敢告诉你。你找了多久？1200年。那这一世，你不用找了。江湖救急，下午有空吗？需要一个男朋友。有不用假的。不用假的。这一世，我不只想做你男朋友。给你。你怎么每次都记得？你钱，你上次点过。我们家念念很乖，是室内设计师，和小王肯定聊得来。阿姨，我们会尝试好好相处的。妈，阿姨，这是我男朋友白千叶。抱歉这么晚才正式见面，念念之前没准备好，我尊重她的节奏，但我对她是认真的。他头发怎么回事？染的？妈，天生的，少数民族。哪个族的？他们族都长这样吗？你让他下次来家里吃饭，你爸要看看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尊重他的节奏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节奏？你前世最喜欢慢慢来，采药要等草药晒到7分干，煮药要等水沸3次，你做什么都不急。白千叶，真的不用假装了。我要看看这个少数民族到底什么来头。完了，你不是少数民族，你是狐族，这怎么编？狐族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，只是不在官方列班里。人类的父母喜欢稳重。哪个大人物来了？不会吧？他说他稍微准备了一下，这叫稍微准备了一下。我查了人类见女方父母的礼仪，网上说要有排场。你查
查的是哪里的网？霸总小说的网吗？老铁们，今天咱们小区来了大人物，看看这排场，这个是不是史上大有的？接亲不对，还没上门呢。我在这小区住了30年，头一回见这阵仗，这是娶公主啊！你1000年前去见女方父母也这个排场？1000年前我是天狐传承者，出行的排场比这个大。那你怎么不把仪仗队也带来？仪仗队小区门口不让进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带男朋友回家。念念，他到底是哪个族的？这颜值是真实存在吗？妈，你先把盘子放下。好，能喝。小白啊，房子买了吗？有几处。念念喜欢现在的房子，我就住他对门。你为了追他，搬到他对面。这个要是再搞砸了，你就别回家了。妈认真的。妈，千叶，长老让我来问你，今年月圆祭你回不回去？不回。是因为那个凡人？你就是苏念念，我是涂山雅雅，千叶的同族。这个香囊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千叶给我的，说是很久以前的东西。你把这个给他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香囊他在身上戴了1000年？为了找这个香囊的主人，他放弃了天狐族长的位置。找到你之后，雅雅，够了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轮回1000年？不是天谴，是长老们动的手脚，他们不想让你找到他。你花了1000年找到他，然后呢？你不敢告诉他你为他放弃了什么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说的那些他不敢告诉我。是对的，因为如果是我也会不敢。你说什么？如果一个人放弃一切，花了1000年去寻找对方，他也不会让对方知道这一切，怕他离开。我明白了，他不敢告诉你，你不需要他告诉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苏念念，他胸口的旧伤是被同族偷袭留下的，那一剑本来是刺向你的，1000年前的事，他用身体挡了，所以那道伤逢月圆就疼。白天我说的太多了，这杯是赔罪。你说的不多，每一句都是我想知道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1000年前的他很骄傲，天狐一族的传承者，整个青丘都等着他继位。最爱笑的他出去一趟，回来就不会笑了。可能是我的原因，长老要他放弃你，或者放弃天狐之位，他选了后者。后来长老动了轮回咒术，你的每一世都不会被他找到。每次月圆，他站在青丘最高的山上，用法力去感应你的方向，每一次都落空。苏念念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？你说过长老让你来的，不止这原因。400年前，我父亲是青丘长老之一，当其他长老提出用轮回咒术时，他是唯一反对的。他在长老会上拍案而起，轮回咒术不是用来拆散有情人的。但大长老一意孤行，我父亲被剥夺了长老之位。3年后郁郁而终。我会在这里待3天，不是为了劝他回去，是为了亲眼看看你。苏念念，你最好让他幸福，不是我说的，是我父亲说的。雅雅刚才来过。他跟我说了很多。白千叶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在。1000年前我走了，是因为我以为那样对你好，这一世我不走了。这句话我等了1000年，但我不敢相信，我怕我信了，你又走了。白千叶，给你最后一个选择：接受天狐传承，与他断绝关系，或者放弃天狐血脉，永世不得归族。我选第3个。没有第3个。那就第2个。千叶，你若放弃天狐血脉，1000年修为将散尽，旧伤再无法愈合，寿元将与凡人无异。你等了1000年，就为了变成一个凡人？不是为了变成凡人，是为了和他在一起。那个凡人，他知道你要做这个选择吗？不知道，他不用知道。天狐血脉，1000年来我唯一拥有的东西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但这个东西让我找不到它。明天见。你疯了！放弃天狐血脉，你会变成凡人，寿元和凡人一样，他知道吗？不用让他知道，1000年前我没能护住他，这一世我来承担。长老会那边怎么办？他们绝不会允许你和一个凡人在一起。如果你不回去，他们会回青丘，我自己解决。
他听到了，也好，有些话我不敢当面说。你又要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又要一个人扛。白千叶，你到底是要选择我，还是要选择放弃我？你说不用让我知道，你又这样，和1000年前一样，什么都不说。1200年，从青丘到人间，从月圆到月缺，找他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帮过我，也困住了我。他在外面，他想问我，但我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开门。明天，天劫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天狐的身份站在他面前。明天之后，我是凡人，他是凡人，我们可以在一起，只要天劫之后我还活着。不管你明天要做什么，不许一个人扛。1200年，够了。白千叶！你说不用让我知道，过来，我偏要知道。不要过来，求你不要过来，我扛得住天雷，扛不住你。你说不用让我知道，你说你自己解决，你是这么解决的，放弃天狐血脉，变成狐狸。我昨天还在想，你要是选青丘，我等你；你要是选我，我在。但你没选青丘，没选我，你选的是把一切扛在自己身上。冰释伤口，暮色渐浓，孤舟再不动这千重梦。我们回家，这一次换我照顾你，顾你。墨色云海暗生空踪，寒江独钓岁月空踪，断线悠长就是惊鸿。刀光剑影皆成空，唯有你铭刻在骨中。白千叶，白千叶，你在哪儿？你别吓我！你走了，你又走了，和1000年前一样，什么都不说就走了。你说你不敢告诉我，是因为怕我像1000年前一样离开。你自己呢？你旧伤发作了，对不对？你怕我难过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没法保护我了，对不对？1000年前是你找我，这一世我来找你。念念喜欢3分糖，少冰。念念怕冷，冬天窗台要加厚垫子。念念，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本笔记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如果这一世也不能在一起，至少让我记住你所有的习惯。你那时候就在紧张，你每次护着我的时候，旧伤都在疼，从来不让我知道。你每次月圆都在疼，从来没说过。
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什么都不说，现在你伤成那样，你还能走去？白千叶，天劫之后，天湖血脉已散，旧伤将无法愈合。你已无血脉之印，圣泉之门将不再为你而开。念念，我去了青丘，不是去求他们救我。如果你看到这行字，不要来找我。白千叶，你让我不要来找你。1000年前我听了你的话，1000年后我不听了。你在青丘，我去青丘。青丘在人间没有直达的站，你要先到青城，然后走山路。路好走吗？不好走，尤其是对凡人。他走的时候是带着旧伤走的，他能走，我有什么不能？换了，帆布鞋走不了山路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还千年前欠他的那张纸条。告诉他你是凡人的那张纸条是我放的。1000年前长老让我去传信，我去了，你走了，我以为我做了对的事。后来他跪在长老会面前，说他不要传承者之位，只想知道你在哪里。长老动了轮回咒术，他找了很久。我穿了几百年的高跟鞋，你让我爬山？那你以前在青丘怎么追上白千叶的？那他以前不等我，他从来不等任何人，除了你。雅雅，他胸口的旧伤是替我挡的，他说过吗？青丘就在那边，明天下午能到。白千叶，你再撑一下，等我。到了，接下来我不能陪你，长老只允许你自己进去。好。苏念念。你来了，我来了。他在哪儿？他旧伤发作，抵达青丘时已昏迷。圣泉之门需要天湖血脉之印才能开启。他放弃血脉之后，印记已散，他的生命力在消退。凡人如果这样，大概相当于还剩几天。1000年前是我动用了轮回咒术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门第，为了血脉纯正？1000年前妖界大军压境，青丘倾全族之力才挡住。那一战死了很多人，千叶是唯一能继承天湖之力的人。如果他放弃血脉，青丘的屏障就没了。我不是为了门第，我是为了青丘3000生灵。大长老，那一战已经结束了，他现在不为青丘了，他为自己，你该放手了。我今天来只想问你一件事，有没有办法打开圣泉之门？以真心为引，带我去圣泉。白千叶，我来了。你很冷，上次在天台也是月圆。你的手也这么凉，你说是天生体寒，骗人。真心为引，需损耗你的生命力为他度愈伤势，但你是凡人，生命力有限。如果我不做呢？他会在这片水域长眠，不会死，但也不会醒。用我的血怎么度？如果你在某一世凭自己的意志选择它，咒术可破。我会，赌我会，我赌
我会。千年前，你留了记忆，你赌自己会选我，我不知道，我找了你1000年，不知道你也在找我。是我自己设的，不是宿命。念念，我在这儿。这一世，换我救你。千年前我设的局，我来收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生命力度的太多，暂时伤到了眼睛，可能会恢复，也可能不会。他已脱离危险，但还在昏迷。那就好，我能过去吗？你的眉毛比我想的还要浓，睫毛也是。上次在雨伞下面我就看到了，但没好意思仔细看。鼻梁真的很挺，嘴巴你话太少了，以后多说一点。你以前不喜欢下雨天，因为下雨天草药不容易晒干。你每次月圆都站在最高的山上，不是去看月亮，是去找我。你每次睡着都会皱眉，在梦里也在找。他记得，他怎么记得？那些事我从来没说过，他记得。对不起，我看不到。这是新做的800年的料子，罢了，这件袍子陪了我800年，也该洗洗了。你的眼睛没事，暂时看不到而已，比他的旧伤轻多了。你不怕吗？如果恢复不了怎么办？怕，但更怕他醒不过来。白千叶，我现在看不到你，但没关系，我记得你所有的样子，不只是这一世，1000年前的你我也记得。别怕，我在这儿，这次是我来找你的，你不用找了。外面光线太强，不利于恢复，先给你蒙上。念念，你的眼睛。躺好，你旧伤还没完全愈合。你的眼睛是怎么弄的？是我自己，生命力度太多，暂时伤到了。大长老说会恢复的。你用生命力渡我？圣泉之门需要天湖血脉之印才能开，你没有印记了。大长老说只有真心为引，用我的生命力做媒介。你疯了？你会？不会，我没死，你也没死，我们都没死。你什么都看不到了，为了我。只是暂时的。万一不是呢？那我就用别的办法记住你的样子，你的声音，你的温度，你身上的檀木香，你每次想说什么又咽回去时的呼吸。白千叶，我看不到，但我还能感觉到你。喝点水，你嘴唇都裂了。你每天都这样。白千叶，等我的眼睛好了，你带我去看那个竹屋，你1000年前住的那个。好。然后你什么都跟我说。好。大长老说今天可以拆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我想让你告诉他。我怎么在你床上睡着了？今天感觉如何？胸口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念念，大长老说今天可以拆不掉了。那帮我拆。我拆了。等一下，万一拆了还是看不到，你不要难过。看到你了。看到什么？你瘦了，头发长了一点，还是很好看。苏念念，我有1000年的话想跟你说，以后慢慢说。第一句是什么？谢谢你来找我。第二句呢？我爱你。1000年了，终于。白千叶，我们回家。好。他睡了多久？4个小时了，让他睡。不打扰你们了。1000年前，竹屋外面下着雨，你睡着了，
那时候我想，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。我们到哪儿了？快到青城了。我睡了多久？很久，你需要休息。别剪，会割手。你那天看到我不见了，是不是摔了杯子？白千叶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你眼熟，不是因为你长了一张大众脸，是因为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里有金色，每次我回头，你都在看我，是那种好像你已经看了我很久很久，久到我还没出生，你就开始看我了。天台那晚我失眠到3点，雨伞下我闻到你身上檀木香的时候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喜欢你，白千叶，我喜欢你。我听见了每一句。上次我是狐狸，没法回答你。现在我可以了，这一世我不想问外卖了。那你打算怎么来？我这样。白千叶，你要是再问一句可以吗？白千叶，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吗？有。千年前不是你没找到我，是长老用了轮回咒术，让你每一世都不会被我找到。找了很久，每一次月圆我都站在青丘最高的山上，用法力去感应你的方向，每一次都落空。这一世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搬到你对门，但不敢靠近，怕你又离开。你知道吗？我差点以为你要离开我，后来抱着变成狐狸的你，我就明白了，你不是要离开我，是不想让我受伤。这道伤是替我挡的，天湖血脉是为我放弃的，你扛了1200年，以后不用了。这一世你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你是狐仙，我是你的凡人；你是凡人，我是你的伴侣；你是狐狸，我是你的饲养员。哟，这次是真的啦！妈，这次是真的，一直都是真的。小白，上次我问你做什么工作，你说是投资。我问你怎么认识念念的，你什么都没说。阿姨，今天您问什么，我都会回答。你对他好不好？好。怎么好？他生病，我会照顾他；他开心，我陪他开心；他不开心，我让他开心。念念，你上次说他是少数民族。妈后来查了一下，56个民族里没有胡族。算了，妈不问了，他对你好就行，我不管他是哪里人。去，端菜。喝酒。小白，我年轻时候在矿上干活，有一次矿难，我兄弟替我挡了一块石头，人没了。你胸口的伤，念念说是你替他挡的。我不问你们发生了什么，但你以后不是一个人了，有事儿要说。白千叶，1000年前我走是怕你失去一切，现在你为我失去了一切，我还能去哪儿？白先生，都安排好了。那个人是谁？走路好快，他的助理话特别少，但每次出现，事情就办好了。尾巴露出来了，你尾巴尖儿露出来了。老大，我尾巴快藏不住了，人类的西装太紧了。憋着，大哥等了1200年才等到今天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把你尾巴打结。念念，你太美了。那个银发帅哥的亲戚长得也太好看了，而且他们走路好像没声音。你今天很美。你每天都说，因为每天都是真的。夜迎你眉峰，墨色晕开半生空中，寒江独钓岁月空中，断线又长就是念念，他那些亲戚到底什么来头？长得也太好看了，就是有点儿不太像人。妈，他们是少数民族，一个不在官方列单里的族。父亲，那个凡人回来了，他没有一个人。这次剥的比较好，你尝尝。你练了多久？1年，从上次你说剥的不好开始。
你头发又黑了一点。法力散尽，慢慢就变了。你不喜欢？喜欢，什么样的都喜欢。这个竹屋是1000年前你住的那个。大长老说那块地还留着，我接了个项目，把竹屋改造成民宿。客户要求有一种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的感觉。你怎么了？迷路了吗？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，好多人，好多车，好吵。又是一个。就像当年的你。尽轮回。敬这一世。大长老，人间来的信，苏念念和白千叶的竹屋民宿开业了，邀请您去。备车，去人间。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